在初次寻找钓场时，就经历波折的陕西大师王振江，现阶段的准备工作正在继续推进。他这个比赛是没有规则，无规则，无钓法，饵料就是鱼浪的、土坛子、东方巨物，来得快。经好友联系，已勘察过的扶风县水库和距离宝鸡市不远的长手沟水库，都作为备选钓场之一，进入候补席位。我这水库我不钓，不钓是坚决不钓，知道吧？不钓这是坚决不钓。去年咱们去那个石头河，我觉得那个地方也不错。那个地方，咱去年你去那个地方是不是？那地方那里面大鱼也多。对，上次咱钓的挺好的。我上班曾经路过那个王家水库，那个水库前段时间出过的。合江山那个千河湿地那儿也行。对，这个地方我也听说那地方挺好的。这些水库像刚才说的是石头河呀，这个王家崖呀，还有千河湿地啊，这都属于宝鸡市饮用水源。水库水深，你们容易藏大鱼，但相对于钓鱼的那个难度也有。在第一次战队成员集体会议时，大家对于备选钓场的选择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设想。然而，每个钓场都有不同的限制。石头河水库位于岐山、眉县、太白县3地的交界处，水库总容量可达1.47亿立方米。此工程以灌溉为主，兼具发电和防洪效益，极少对外开放钓鱼。上回来水就在那儿，在上面。就在那个石头。也在上面。我们原来也来，你知道吗？都经常来，还有那里面那个叉子都经常来呢。你像水位现在退了多少？你看。30米呢？我觉得有30米，退了有30米，差不多。前应该就在那个茅草下，就是那个茅草那儿嘛，对，就在那地方。在那一楼，对。过来刚好，你看过来是吧？这水位退太多就肯定不好钓。对着嘞，这是还是一个主要原因。王振江和胡志国等几位好友曾来此处坐钓，不仅钓况极佳，且坐钓环境不错。走到哪儿水位都往下退，真不好钓。水位下降下得太深了，至少有30。你想那时候在那段了嘛，这库里面还是有大鱼的。今年水库水位下降明显，因为气候的关系，可能在未来坐钓中有极大的水位变化。年前来这钓过，钓的还可以，没想到你看，这次来了以后退水退得太厉害了。就在上面钓的挺好的，反正鲤鱼和草鱼都上的，鲤鱼能钓20多斤的，那可以，也挺好的。这次来了还是水退得太厉害了，不是太理想。退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它成了一个棋台。对，成棋台了。成个棋台，现在底下水深的都几十米深。哇，最少也有10几米深的呢。原来我感觉这个钓点是我心目中还是比较一个好的钓场啊。反正这次我来到这一看这个钓场，心里也比较有点凉了。哎，地方不好选，今年退水退得太厉害。虽然选项众多，但是并没有一项能让王振江十分心动。他的下一步计划会是什么呢？今天来这儿一看，好像希望不是太大了。做一个参考，咱看一看，再回家咱再商讨，是吧？哦。回到丽水，浙江大师钱跃进千岛湖试钓行程的最终结果并不令他满意。钓场的各项条件完全符合大鱼的栖息要素，但江南一带的气候却给了他们不小的打击。鱼况欠佳，让他们不得不结束了第一次试钓。我们钓这个窝呢，估计也不是讲十分适合钓大鱼的。那么其他的湾口继续再试一下看就是通过这次的试钓以后啊，把下次的选一个钓点和这个前期的工作，给它做得更充分、更完美。
再加上我们5个人的努力，我相信一定能钓到大鱼。此时的丽水正值多雨气候，淅淅沥沥的小雨已经持续多日。结束了千岛湖试钓之行的浙江大师钱跃进，正悠闲地守在自己的渔具店里。老板你好，我有个事想麻烦你一下，看看合适不合适。是这样子，刚好我要参加一个钓大鱼的比赛，这个队呢要5个人的组成，我一个人也不行。刚才我约了那个杨军南了，他好像是工作上应该是不知道是没时间是干嘛，是你介绍我认识，跟你关系也特别好，我是不是我说，是不是你给我约一下合不合适的？哎呀，缺少他太遗憾了。他一个钓鱼时间又久，一个经验也足。那行，这个事情就拜托你喽。杨军南是钱跃进在接到挑战书后做战队规划时邀约的第1位成员，但因为工作安排的关系，杨军南婉拒了他的邀请。经过再三考虑，钱跃进决定找到陆志勇做说客。这一次，他能成功将杨军南拉入自己的战队吗？哎，军南，哎呦，你不行了，你个死鬼！我电话打给你。你那个年休假没请掉是吧？刚好有差不多加上礼拜天和年休假，现在差不多有7、8天时间是吧？那真是太好了，那我真是如虎添翼了。江南的雨依旧，日子在等待中慢慢逝去。浙江大师钱跃进的战队也在逐步完善，仅剩的1名队员，还有接下来的行程计划，都将如何安排呢？浙江天气多变，陕西温度适宜，云南则没有什么变化。再次回到红河流域的大师陆德新，在更换了钓竿后，鱼况有所转好，而同行的王伟和段江辉做了同样的调整，却依然不见起色。傍晚再次来临，今天的夜钓会有什么不同吗？这个现在马上天就要黑了，然后白天嘛，我是在钓6.3米，白天这个鱼要在深水，晚上它就要靠岸，所以白天钓长竿，晚上就钓4.5米，钓短竿，这样效果会好得多。所以说现在我又把它改成4.5米了。傍晚来临，随之而来的还有细密的小雨。原本燥热的空气没有因为小雨而多一丝清爽，相反还添了一份烦闷。在外面钓鱼了嘛，像这种下又没下，闷在里面的这种钓鱼不是那么好。下雨了嘛，要把我笑透掉，这个鱼开口的几率还大。这小鲤是不是很猛的小鱼？第2天的夜钓情况一如昨天，1尾小鲤鱼就是他们全部的收获。现在钓4.5米的这个没有信号了，这个鱼都回到深水去了，所以现在我要换竿了，换6.3米的。我们刚才不是到了那里去问那个钓友，他们钓的都是花鲢，钓的翘嘴，他们钓发钓。以前他们来钓花鲢都是10多公斤的，这次他们来钓的大的就是4、5公斤，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目标大的。这段时间好像厨艺不是那么好，我们主要还是来钓鲤鱼、草鱼。这草鱼有大的还是20多斤的。
但是这段时间好像就是钓到的，就是都在10公斤以内的，都是在这些草鱼。我们选这个钓点，基本上我们都要选靠近网箱最近的这个钓棚，那个靠近钓棚越近，那个效果越好。我们最后的这个钓场啊，应该是离这个网箱很近的，然后呢，这个钓场的那个环境也是比较好的。最主要还是要鱼多，才能够钓到大鱼嘛。如果说大鱼少了，你就钓不到。所以我们最后决定的钓场还是要首选的还是要大鱼多的地方。今天已经是陆德新本次试钓的最后一个早上，2天的试钓时间就要接近尾声，但钓获的情况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。剩下的最后半天，会发生转机吗？你昨天你也钓了草鱼嘛？那个草鱼比较大，对。然后呢，鲤鱼呢都是个体都好像我们钓了都是偏小的，都是2、3斤、4、5斤，1、2斤、2、3斤的那种。那我们今天，所以呢，还是来攻草鱼吧，还是主攻草鱼，主攻草鱼啊，主攻草鱼这个把握性大一点。那我们就今天开这个饵，我看就用这个嘛，这个是主攻那个草鱼的嘛，那我们就以这个2份，用这个1份嘛。饲料里面呢有可妮饲料，还有那个玉米粒、梅子，它这几种呢都是那个钓大鱼的这个包裹效果比较好，玉米嘛啊，还有这个谷子、梅子都有。它这个红的这个饲料呢是主要是针对那个鲤鱼的，这个绿的这种饲料呢是主攻草鱼的，草鱼、青鱼。那我们那个它这里面有添加剂嘛？添加剂我们加一点添加剂试一下啊。好了，能用这个饲料就。好，我们让它放置3到5分钟。清晨过后，温度继续升高，炽热的阳光下，等待显得更加漫长。这个就是一个小翘嘴，但在这里面呢算中号一点的，大的还是有米菊的，但这里的翘嘴大的不是那么多，一般就是这种是算小，中号的翘嘴。最后半天的试钓已经接近尾声，这尾翘嘴大概就算是他们此行的收竿鱼了吧。我们现在在这里钓了2天了，差不多1天半了吧。大概这个效果都不好。还是钓了几条，但是不在我们想象当中的大的那种大。要是拿这里跟那个马祖山下面来对比，感觉上大鱼哪边把握性更大一点？那边呢就是鱼呢，个体算中号的呢，就是30来斤、20多斤、10来斤、8、9斤这种的就多了。最单位也就40来斤。那就是40斤左右。要是我们在这里，要是能碰上了，就会大一些。要碰不上了，那个好像有点像赌一样的。那就风险有点大。风险有点大。那个我们那个试钓2天结束了嘛，那个下一步呢就是还差2个队员。我们这次总共是我们5个人的队伍呢，我准备一来想好的就是何蛋当一个，就是那个任思成一个，毛进一个。他们在这个马祖山这一条线上，他们钓鱼已经是钓的很多了。所以说东西我们回去就把他们2个叫过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商量一下，好吧？好的。好，那就这样，石同学。南沙的试钓之行，陆德新依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收获。钓友们传来的各种消息都在向他传达，红河藏匿的大鱼不计其数，但
但是一直无缘得见的他们，究竟该如何是好呢？上的第二条鱼，看来这个6比3效果还是比较好。水野生的这个鲤鱼。回到蒙自，雨后的云南透着清新，房间里的气氛却有些沉闷。在这里，陆德新召开了他的首次战队会议。陆这里组织这个队，主要的原因就是你们两个反正也是蒙自，在这里这个马肚山你们钓的已经是很好了，但是呢，就是这回呢，叫你们来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我们5个人把这个虚心合理的把这个鱼钓好。你们在像毛记们钓这个青鱼们，你在这方面呢，你的经验足，所以呢，在这方面你就要多花费点时间。老陆这里呢，他就是反正就是领队了，领着我们大家把这台事情好好干好，钓好。小辉辉，小辉，你也要尽力，还有任世成，我们几个反正大家都尽心尽力把这台事情搞好。因为你们两个啊，是当地的钓友是吧？对于当地的这个鱼情水情呢，比任何人都还要了解，是吧？有你们两个加入呢，我感觉啊，我们的把握性还要大一点。对啊，我们要抓紧时间，争取拿冠军啊！好，好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来，加油！为了这次大鱼争霸赛拿下冠军啊，我们一起加油！云南大师陆德新的试钓，从收到挑战书那一刻开始，就一直贯穿了他整个备战过程。几个月过去，一直在云南附近兜转的他，在试钓中也陆续确认了所有战队成员。这个饵料必须使用伊朗的这个产品，所以说我们不是需要钓多少条，关键是要钓到最大的。发现了钓大鱼的地方是吧？那个这2天钓起来的鱼有多大？哦，小的有20多斤，大的已经出了40多斤的了，是吧？出了1条，是吧？好友王伟、徒弟段江辉、蒙自当地的钓友毛健和任思成，陆德新的战队终于组建完成。感觉这个比赛还是在红河这里打，因为这里面的大鱼比较多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就请你们两个来参加我们这个战队，因为你们两个啊是当地的钓友，是吧？对于当地的这个鱼情水情呢，比任何人都还要了解。他的最终钓场也已经锁定了红河附近。然而，大战的钓点究竟会是哪里呢？他们会成为率先开始渔浪大鱼争霸赛挑战的大师战队吗？本身钓这个大鱼就是一种挑战嘛，就是很难钓到，反正就把这个事情给它做好。这次有幸跟陆老师和王老师他们组成一个大鱼争霸赛的战队，我自己感到非常的荣幸。2017年的夏天，弥漫在云南、浙江、陕西、山东、北京的硝烟味道越发浓烈。5位竞钓大师的准备工作已日渐完善。为了这次大鱼争霸赛拿下冠军啊，我们一起加油！咱们在咱当地寻找钓点，寻找水库，看大家有没有好一点的地方。
我就喜欢钓这种山清水秀的自然水域去钓。一个是锻炼身体，一个呢也有点竞争的这种激情，看看我们能不能爆发这个激情。究竟哪支队伍会率先收获真正意义上的大鱼？哪位大师会最先进入终极大赛？这里有精彩刺激的大师级对抗，这里有擒获大鱼的独门秘法。锁定四海钓鱼频道，关注鱼浪大鱼争霸赛。